婶，在家呢？哎，金宝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过来看看。哎，燕子呢？没在家呀？燕子去上班去了。哦，去上班去了。今天来有事吗？好事儿。好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你说。当然是燕子的事儿了。你看这燕子啊也不小了，我想着给她说个好人家。哦，你是来给燕子介绍对象的呀？是啊，燕子现在有20多岁了吧？这燕子啊也20出头了，也不小了。那正好，我给她介绍这个，人家可有钱了。可有钱了？那不行，金宝，你看我们家这是什么条件呀？那人家能看上俺呀？人不嫌弃的，他呀对燕子一见倾心。哦，那这个小伙子是干什么的呀？他呀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。什么？你们公司的董事长？那年龄应该不小了吧？不算大，50多岁。哎，金宝，这可不行。我闺女才20出头，你说她50多岁了，应该是个老头了，我不能把我闺女嫁给他。什么老头啊？婶儿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现在年龄不是问题。再说了，这50多岁就是老头子了。你以为他跟咱们这村里的老头子一样？人家家里有钱，平时保养的可好了啊，看着跟30岁一样。那不行，要是让咱们村的人知道了，人家还不得笑话我呀？笑话什么呀？你是不知道，我们董事长他可有钱了啊，这家里的房子都有好几栋呢。你怕别人笑话你闺女嫁给这样的人？那是不会的。再说了，你儿子都多大了啊？你儿子现在还没结婚呢，你不怕这街坊邻居笑话你儿子娶不上媳妇儿啊？不是，金宝，我是这么想的。你看，燕子啊，她也不是我亲生的，我要是让她嫁给一个老头，这咱村的人不得说我呀？看看，不是你亲闺女吧？要是你的亲闺女，绝对不这样对她。婶儿，你这样想就错了。你看，他要是个普通的50岁老头啊，那别人会说你，但是他不一样，他可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啊，他什么身份，什么身价呀？哎，他可说了啊，只要你们家燕子同意，彩礼200万，再加2套房子，随便挑啊。这彩礼200万呀？是啊，你想想，到时候往你们家拿200万现金，这村里的人不得羡慕死啊？谁会笑话你们家呀？金宝，就是我同意了，这燕子她也不会同意呀。她同意不同意有什么的？她就是个小姑娘，这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都是当父母的说的算。可是，这不是让我为难吗？有什么可犹豫的啊？只要你们家燕子嫁给我们董事长，这就一世的荣华富贵，享不完的金银财宝。哎，婶儿，你说说，那董事长现在50多岁了，他还能活多少年？20、30年，到时候他们家的财产不都是你们家的了吗？再说了，你现在眼前最着急的不是燕子的事，是你儿子的事。他要是成了，这200万给你送家里来，这你儿子不能找一个好的了吗？还有，强子现在干的什么工作？一个月几个钱呀？到时候这要是成了，就可以让强子去我们公司。那董事长是他姐夫呢，他不得横着走啊，在公司里。那这样吧，等燕子回来，我跟燕子商量商量。我现在不能答复你啊。哎呀，你呀，跟他好好说说啊。那行，等燕子回来，我好好跟她说说。软的不行，还硬的啊，都是为了你们好。那行。那行，婶儿，我就走了哈。那您慢走，哎，婶不送你了哈。不错了。这金宝说的也有道理，要是燕子嫁过去，我们家不就有钱了吗？是我儿子找媳妇儿也不发愁了，这燕子这一辈子还能过上幸福的生活，这多好呀，两全其美。行，等燕子回来，我好好跟她商量商量。妈，我回来了。燕子，你回来了啊？燕子，妈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好事儿。好事儿。这今天金宝来咱们家了。他来咱们家有什么事吗？他今天来是给你介绍个对象。介绍对象？妈，我还没想着找对象呢。你看，燕子，你也不小了，也20好几了，你该找对象了。这金宝啊，给你介绍的对象可好了，可有钱了。
妈，我现在不想找，就算再有钱，我也不愿意啊。傻孩子啊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要是跟着他呀，你这一辈子享不完的荣华富贵，知道吗？妈，人家那么有钱，咱家条件那么差，人家怎么可能看上咱们呢？这个人你也见过，你认识的，我认识。就是尊宝公司的那个董事长，他就是看上你了，让尊宝来咱们家提亲的。你说是尊宝的老板？我问你，你知道他多大了吗？也就是50岁左右呀。你还知道50多岁啊？我才20出头。妈，你让我嫁给一个50多岁的老头，你怎么想的？闺女，这虽然说他年龄50岁，那尊宝说了，人家保养的可好了，可年轻了。就算他再年轻，他的年纪是不是在那放着？这传出去，别人怎么说我呀？妈，你怎么能同意呢？这件事儿，管别人怎么说呀？自己的事情自己把握，只要他有钱，能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，比什么都强。这果然啊，你是冲着钱去的。这后妈就是后妈，你自己想想看，如果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会让她嫁给一个老头吗？我这都是为你好，那人家都说了，要是成的话，彩礼200万呢。到时候你弟弟找媳妇儿也不发愁了，咱们呀也不住这破房子了。原来你都是为了你儿子，你这偏激偏的也够狠的啊！你为了你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不惜把我给卖了。你说的怎么那么难听呀？我这都为你好，你怎么还不领情呢？为我好，我没看出来一丁点为我好。你是为了你儿子，为了你好吧？我怎么不为你好了？人家那么有钱，我是为了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。人家还说了，给你两套房子呢。行了吧？你就是为了钱，你还在这里狡辩。我说你，你也给我顶嘴了。我问你，你嫁不嫁？我不嫁。不嫁是吧？你打死我，我也不嫁。那行，那今天我就打死你！这你干嘛呀你？这干嘛呀？我打死你！我让你不嫁！哎，妈，你出来！我打死你！别打了，大回姐干什么呀？你们干什么？咱妈非得让我嫁给一个老头，就是图他家有钱，想着他能拿200万，给了2套房，好让你娶媳妇儿呢。什么？50岁的老头？妈，你这做的也太过分了吧！婚姻大事应该由我姐自己做主啊！你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我儿子啊？胳膊肘往外拐，我这都是为他好。你看看咱们家过的什么日子呀？我不是想让他过上好日子吗？他们家有钱就能过上好日子吗？妈，有钱以后过得也不一定幸福，没钱以后过得也未必不幸福呀。妈，你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你怎么能让她嫁给一个老头呢？那老头谁呀？什么老头呀？人家50岁，保养的可好了，看起来才20多岁。知道吧？有哪个50岁的看起来像20多岁的呀？这事就是你做的不对。妈，现在我姐都这么大了，她有自己选择幸福的权利。选择什么呀？我呀是他妈，我说了算，我让她嫁给谁，她就该嫁给谁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你怎么还是老思想呢？我姐还说你是为了我，为了让我以后能有好的前途。妈，你是怎么想的呀？我现在都长大了，我是个男子汉，以后我结婚娶媳妇儿找工作，那全靠我自己的本事，跟我姐有什么关系啊？如果你是为了牺牲我姐的幸福，以后能让我找一个好媳妇儿，妈，那以后我就算住上大别墅了，那房子我住的能安心吗？如果是你的亲闺女，你能这样做吗？凡事都得换位思考啊！你这样对我姐，我姐该有多伤心啊！难道你忘了以前我姐对你多好？在家里，她知道你年纪大了，洗衣服做饭，什么活都没有让你干过，而且你生病的时候，她还给你端茶倒水，伺候你伺候的那么好，你哪里还不满足啊？怎么就不知道心疼她一点呢？难道就因为她不是你的亲闺女，你就能这样对她吗？她爸走的时候是怎么给你交代的？你也答应他爸了，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闺女。现在你又这样对她，妈，你这样让她有多寒心呀？如果你真让她嫁给那个老头了，万一她想不开出了什么意外，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？儿子，你别说了，妈知道错了，你放心，以后你姐这个事儿，妈不管了，她自己也大了，以后让她自己当家做主。燕子，妈错了，对不起，妈老糊涂了，不该这样对你，还打了你。燕子，你就原谅妈吧，以后你的事妈不管了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妈，在这个家里，我姐已经很不容易了，
你想想，他老早的就下学了，出去打工，挣的钱全部都交给你了，你还想让他怎么做呀？以后你得要好好的对他。放心吧，儿子，以后我会对你姐好的。妈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会努力挣钱，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行了，燕子，以后啊，妈会好好对你的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妈再不干扰你的生活了。谢谢你，妈。谢什么呀？咱们呀都是一家人，以后好好过日子。行了，你下班还没吃饭呢，妈给你做饭去，走。